你可以幽默一点的，给我讲个笑话。许仙给老婆买了一个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就死了，因为那是顶鸭舌帽。哈哈，希望这个笑话能让你一点。前面因为我们聊到了很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嘛，你们觉得在 AI 未来可能在家庭上面，比如说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小孩之间的这些关系，你们觉得在 AI 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应用吗？未来？就是说当男朋友，然后他没有把这个柜子的门给他关上，而且3番5次他都是忘记了，或者他没有这样一个意识的时候，其实可以让 AI 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男朋友也并不是想惹你生气，他只是没有这个习惯，他在他的程序里面，他就顺其自然的去想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 AI 这阵儿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很好的去做它的补充。那在家庭层面里的话，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跟父母之间的沟通并没有那么的频繁，但是父母又很想去了解我们，那是不是也可以收集出来家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找到一些积极或者说比较开心的一面，然后跟父母去做一些交流。当然，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替代，只是一个补充。就相当于说，它不能替代你的男朋友，不能替代你跟你的父母之间的一个沟通，但它是一个很好的润滑剂和一个补充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可能的一个点吧。其实当 AI 和单个人再去产生对话交流的时候，和比如2个人、3个人的这种关系是不一样的。它要求在 AI 在分析复杂事件能力，或者说多人的这个社交关系之间的这个能力要去提上来啊。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对。然后我们也是我们团队一个这个首席科学家，他经常会讲一个他们家用 AI 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天晚上，他本来答应他老婆要在家陪他老婆的，但是呢，在外面有事情，然后他就必须得出去，他老婆就非常的不开心啊，他也觉得很委屈啊，对吧？我是因为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啊，我必须得出去啊，那我不能在家来陪你，这也是我身不由己嘛啊，然后也就带着自己的这个很委屈啊，也就出门了，然后2个人其实都感觉挺不好的。他出门之后就把豆包拿出来，他就告诉豆包这件事情，然后豆包就告诉他，你这样是不对的呀啊，你这样不能这么做呀啊，是你更不能产生这种你自己委屈啊，或者对他有情绪不好呀，你应该给他准备一个礼物。然后他就开始转变了他自己的一些认知啊，然后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确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也让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AI 它在家庭的关系或者说人际交往关系当中可以扮演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具体往哪个方面去做定位，以及在一个哪种类型的场景当中它应该有做问题的一些细致的研究，目前我们也还正在做。就是总能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只是你的认知是有局限的，所以可以在更大的视角里面帮你提供一些解决的思路。我有一个场景，看一下 AI 能否解决，因为我听到过好多家长吐槽就是做作业这件事情。他说有几种可能性啊，一种呢就是管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影响自己，可能会得高血压，是人就会得高血压。然后他说就很生气，因为有很多很简单的嘛。然后他说如果你再管的多一点，其实它会影响到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说他可能爸爸跟妈妈之间有些分工啊，有些就是说妈妈来，有些呢就爸爸负责软的部分，周末再陪孩子做其他的事情。就是这个当中有没有就是说 AI 可以在当中又可以解决就刚这种关系处理上的问题，同时又可以满足这个陪伴的。我觉得 AI 主要是互动吧，如果你能做一个很好的互动的机器人，然后能教小孩子学习，应该还是有帮助的。有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 AI 可以用爸爸的声音或者妈妈的声音给他去讲绘本，就是你没有时间陪伴，但是也可以用你的声音跟小孩子去读一个故事书。那在学习过程中，你让他去写字，这件事情可能就互动起来就稍微有点难度。那我觉得如果他有更多的互动性，应该还是可以的。最尖的需求就是家庭作业，家庭作业真的很难，真的是对。家作业你要看着他写作业的话就比较难，这个过程你的互动都得需要有个人去拍个照，然后这个你还不如自己来，又不是找一个很难的问题的答案，其实问题都摆在那儿，很简单。小学生的作业可能你看也能明白，就主要是为什么他不会，为什么都已经说了这个整体认读音节他还是这么读，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那这样看来的话，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并不是解决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的是家长的问题。家长要解决，小孩子可能也是吧，因人而异。因为有些小孩子他可能就说一遍就 OK 了，但有些小孩子之所以生气，就是因为你说了4、5遍他还忘记。我只是从我们擅长的心理对话，从认知行为的角度来说，只能是去对家长的认知。我觉得家长认知可能更容易一点吧。对，比如说处理跟小孩之间的关系，或者会跟他去讲小孩子为什么他整体认知节教了4、5遍，可能在这个阶段需要怎么去教，效果会更好。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就情绪化，他也不会想到说我再问一下 AI，或者这个就是情绪化，就他遇到这个情绪，他是需要一个发泄的窗口的，所以这个情绪很有可能发到小孩身上。小孩呢，说了半天就只知道妈妈喊了，或者说只知道家长在喊在吼，他忘记他要干什么了。所以要跟刚刚那个案例一样，就是你在情绪来之前，你先问一下 AI 怎么处理。我发现有一个确实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在用 AI 的这种无论是对话类的这种工具啊，还是说其他的，比如说识别类的这种工具的时候，好像都要提到一个点，就是人机交互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比如以往我们不认为 AI 它有这个情绪疏导的能力，我们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我给他买个早教机或者我给他买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你发现，如果用 AI 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会关系到不仅是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你这个人的思想。我大概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了，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首先不应该是让你的亲人去教这个小孩，就这个人应该是个第三方的人，因为你跟他有利益冲突，就像你找一个心理咨询师，他可能问他之间跟这个人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一样的。然后另外呢，你可以让 AI 呢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因为就像我们看飞书，它也可以做一个笔记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能把它拍照啊，或者是语音的中间的过程记录下来，可以总结分析，在这个过去1个小时里面，家教老师跟这个学生之间的一个沟通状态是怎样的状态？那他下次可以有哪些的 suggestion 的一些建议？那妈妈看到以后的话，就可以直接跟这个家教老师来去说。所以说应该是由第三方跟他没有利益冲突的人，他不会带有自己的情绪，就情绪会少一点。然后呢 AI 可以做一个客观的理性的这种智囊，给他提供一些认知上面的一些帮助。你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们不是学 AI 的嘛，你觉得他们在用 AI 工具或选 AI 工具的时候，他们最需要具备什么思维？尝试就好了，大家有意愿就可以。你愿意尝试，愿意去体验。首先还是得让他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可能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还没有用到 AI。绝大部分情况，我觉得一般人是看他身边的人有没有在用。如果身边人在用呢，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动力，说，哎，那这是一个我可以用的工具，或者说我很有必要去了解的工具，它的主动性就会强很多。否则就变成我要推销，我要给他去展示。那他就要知道说别人有没有在用，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这样一个心理，除非他是一个比较前沿的，他愿意去尝新的，少数的1%的人，你不用说他自己也会自发的会去研究。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被动，就是说为什么要用？你能给我足够多的理由吗？然后他对我到底有什么帮助？如果用了以后到底能好到什么程度？因为之前就是看了一个课嘛，就是洪志忠的情绪管理的一个课，然后把这个课呢就中间的一些语料就录制下来，做了一个助手。然后我发现，其实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找一些人去咨询，其实跟他去提问，得到的效果还是蛮好的。我觉得当成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它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些反馈。如果我跟一个男生，然后我们谈恋爱谈得太久，然后我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是我们又有很深的感情，我们应该怎么办？从黄志忠的情绪管理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恋爱初期的激情逐渐消退，而习惯和依赖成为了主导。同时，可能在相处过程中缺乏新的刺激和成长，导致感觉逐渐平淡。建议如下：一、坦诚地与对方沟通你的感受，分享你对这段关系的思考和困惑，也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二、一起尝试新的事物，可以一起去旅行，参加新的活动，学习新的技能等，为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和刺激。三、重新审视彼此的价值观和未来规划，看看是否在这些方面仍然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四、给彼此一些空间，有时候适当的距离可以让双方重新发现对方的魅力和价值。五、思考这段感情对你的重要性，虽然感觉淡了，但深厚的感情依然存在。权衡一下是否愿意为了这份感情努力找回曾经的感觉。他就
不是那种很科学，就是他就直接给建议，他是检索类的。检索类的，或者说他会给你一些建议，那你可以给他一些人设，告诉他不要给一些建议。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期待喜欢听建议的，就直接就给答案，然后给建议是最好的。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分析应该还是对的，对吧？对，关键是你的问题其实很直接，就是你直接就是围绕一个 purpose 你再去问。我就是比较这样，就是直来直去的人，我很少那种无用的。你还可以给他补充更多上文背景，因为你刚才只是描述了一个大概的情况。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分两个，一个就是你具体是一个 how 的问题，还是一个 why 的问题。哎，我觉得你没有共情到我，哎，我现在是情绪有点不好，我并不需要你的建议。非常抱歉让你有了这样的感受，我能理解你现在情绪不好，只是希望能帮到你才给出了那些建议。给情绪价值。现在我就陪着你，等你想说的时候，随时和我聊聊你的感受。你愿意和我说说为什么情绪不好吗？是因为对这段感情的纠结让你感到苦恼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他括号，你看，等一下，他括号关切的语气，微微前倾身体表示关注。可以，把这些动作也都给你设置出来了。他没有身体，但是他把身体的。未来有身体的话就可以做到。对，所以他现在好像又转成了这个是引导型的。对，是的。其实还是可以。这个是不是结合了？假设说你把那个数字人也做出来的时候，对，你就可以看着屏幕跟他直接讲，更有感觉。他就会微微前倾，表示关切。其实解决了刚刚那个家长的问题，其实你可以把家长录一段，你是爸，然后你录一段。完了以后再把自己的这个放进去，也可以。我不太愿意跟你分享，我现在就是不开心。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更开心吗？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试着找一些方式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承认和释放，比如找一个信任的人倾诉你的不开心，就像我现在在这里听你诉说一样，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一场电影、听音乐、阅读一本好书、进行一项运动等等。也可以尝试把自己的不开心写下来，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些方法可能会帮助你更好的面对和处理自己的不开心，让你的情绪慢慢好起来。你可以幽默一点吗？给我讲个笑话。许仙给老婆买了一头子，白娘子戴上之后就死了，因为那是顶鸭舌帽。哈哈，希望这个笑话能开心一点。就是你给他指令，他会给你响应你的。对，但是我觉得他已经不错了，而且他语气也有变化。我就是小小的说了一下，而且他比人更有耐心。对，那一定是比人有耐心。我觉得小孩做作业这个是很好的工具，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小时候就是我读书比较好，然后就让我妈就让我给我钱的辅导我妹，但我妹听不懂，讲了4次，她还听不懂，然后我就会很生气嘛。我就会开始就是像那种辅导那种发脾气，然后我妹也搞不懂我为什么发脾气，她就听不懂。后来就是我说我搞不了，然后就没办法呀。但是 AI 肯定首先不会发脾气嘛，对，就不会伤害感情。就他可能会跟你讲1遍、2遍、3遍、4遍。这是你得让小孩认为 AI 才行，或者说他本身是个人，他更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交互的界面。否则小孩也不会主动的去问手机里的 App， 对，该怎么去做。但家长有这个选择嘛？我可以让 AI 陪你学习，比方说我就打开 iPad， 然后开个豆包，然后就让豆包给他讲，就会很温柔啦，这样子。你不懂啊，让豆包再跟你说一次。他可以用小孩子能理解的态度去讲，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是，他把一个复杂一点的问题讲的会比较有趣一点，让小孩子能听得懂。包括我觉得前面聊到那个玩具啊，我觉得如果那个玩具未来就是装上了 AI 的眼睛，它可以视觉这个去识别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可以实时给你一些反馈，而且你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幼教，对吗？你要识字呀什么的，你就让他抱这个玩具好了。而且现在小孩子已经用 AI 越来越多了，比如说我宝宝用华为手表，他平时就会跟华为手点去沟通。知识库会比人多很多啊，像小时候我记得我看那个10万个为什么，现在不用嘛，因为他问你，比如说爸爸为什么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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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答不出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AI 就知道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未来 AI 的场景应用其实还是非常广泛的，越来越多。应该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东西都会被 AI 改写一遍。因为以前呢是我们主动的找信息，它很累，或者说你需要很明确的知道你要做什么。那现在呢，其实 AI 它会更灵活，
它会更智能。它会校准你要问的那个问题。对，或者说你不需要问这么多次了，因为以前比如说你自己要收集，然后整理，然后最后再把它整合起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现在的话 ，AI 可能就自动的会帮你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一点的过程，它会更能懂你想要的东西，更像一个人一样。所以未来的叫智能体嘛，叫 agent 就是说，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人，你告诉他去订个机票，你告诉他去推荐一个礼物，然后或者说买一朵花等等，他就把花给到你。现在是可以了吗？就说哎，帮我买一枝花，就是你让他去推荐，然后你直接跟这个AI 说 ，AI 呢就会打开你，比如说你美团的 APP，然后找到附近几公里的花店，然后根据你的选择，他会跟你交流，你说我看到这个花店里面有什么样的玫瑰花，188块钱，罗兰多少钱，然后问你喜欢哪一个，然后你跟他确定，确定完以后他问你是不是按照你之前的地址来去做，然后现在给你下订单是不是 OK， 然后最后把这个订单帮你付掉。生活助手类的，就是如果真的让他去找机票，你们看过数据准确吗？就帮我找这个最低价的机票。他会看的，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个实验嘛，就是你让他去在携程上去找一个某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然后未来1个月最低的价格，他是打开你的携程，他是看到你的软件，然后一步一步来进行操作的。所以他是帮你操作 APP。付款的话，他会询问或者让你来去输那个对应的那个密码，给我们一些未来 AI 的寄语吧。AI 其实很长时间了。然后大模型是最新的 AI， 这个最新的 AI 我觉得给了人类很多希望，让我们从来没有看人和人关系、人类伦理，甚至所谓的我们的碳基生物的这样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我们这个世界，甚至重塑我们的世界观。不仅是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更是让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从而让我们整个人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都。我觉得 AI 给我们应该是更多的陪伴。这个陪伴就是说，一方面它会陪伴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效率无比的提升，因为它所拥有的知识和它的包括写代码的能力、做 PPT 的能力都会速度会快很多。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陪伴我们，去给我们更多的情绪价值。那还有呢，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你想陪伴的人。所以我觉得 AI 其实是一个可以跟你一直陪伴的，而且可以让你有更多自己思考时间，然后愿意去花时间匀出来可以陪伴家人这样的一个工具。它的确让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很多。我听到很多人把 AI 这次变革称为第5次工业革命嘛，我觉得那个工业可能都得去掉，它就是第5次的革命。对。我觉得它深远的就是影响到整个人类可能文明的进程。因为你现在训练 GPT-4或者说 O1的时候，它已经把人类所有的数据都用完了。那未来最大的挑战是数据从哪来？它可能需要更多创造数据。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数据是 AI 创造的数据。在去年，我们的图片由 AI 生成的图片已经占到80%了。就如果你在网上去检索，未来越多的一些数据可能不是我们人类的数据了，有可能你看到的是 AI 的数据。对，就是你给他一堆文字、一堆材料，他会给你总结出来一个有意思的播客，差不多10几20分钟，然后生成时间的话就1分钟左右，就帮你把它播客这个生成出来了。说不定再过5年，然后把咱们这段视频再发到网上，他都不知道这是真人还是。这个是有的。